小鱼特别担心中国新疆少数民族遭受不合理对待的问题。他告诉我，他虽然出生自新疆，但是实际上，等他稍微长大，能够记得事情之后，他已经离开出生地新疆了。但是他是念旧西服的人，对于新疆的消息，他总是特别的关注。我发现新疆少数民族，不论是男女老幼，遭受到中共政府迫害的情形已经存在，并且延续了数十年。尤其是最近10年，在中共政府建制了在教育营之后，新疆的少数民族受到迫害以及矛盾的情形更为加剧。小鱼说，长大后他一直想回新疆去看看自己的族人，但是因为自己被特务控制住，他没有办法自由地去任何他想去的地方。我在得到小鱼的允许后，以天目去了解他的身世以及他过往发生的事。原来小鱼有一半的血缘来自新疆少数民族，但是他的生母是被迫怀孕产子的。大部分的新疆少数民族家庭都住着一个特务，特务的目的是监视人们有没有说普通话，或是有没有反抗的行为。然而这些特务可不是善类，在中共政府只是主导汉语教育以及弱化传统生活的任务之下，他们见到家庭里头的漂亮女孩便生起歹意。很多新疆少数民族的家庭里，长得好看的女孩都被以不正当的手段怀上孩子，加害者便是朝夕监视他们的中共特务。中共政府漠视特务用这种洗人口的方式来迫害无辜的少数民族女性，不论她们是已婚或是未婚，受辱的女子也不被允许自尽，以免影响到腹部里面的胎儿发育。这些孩子在3岁以前都会被抱走。为什么要选在3岁呢？因为在中共政府设立的地下实验室中，研究人员发现3岁以前的儿童身体素质极不稳定，一旦照顾不慎，便有早夭之虞。但是在3岁之后，身体素质稳定了，儿童能经得起长时间的舟车劳顿。小鱼就是在3岁左右被中共特务抱离新疆，离开亲生母亲的。那个带走他的特务是他的特务生父，把他送到某个偏远地区的中共地下实验室里去，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孩童一起，他们的身体被绑上绳子，关在一个黑暗而可怕的地方。这些孩子不一定都是从新疆来的，有些是从西藏、内蒙古来的，有些是从广西、宁夏等地，人数众多，约有上百来个3岁左右的孩童。当然这件事情小鱼已经没有记忆了，因为研究人员给他们打一种针剂，打完之后孩子们变得呆滞不语，而且失去记忆。想了解更多关于小鱼的身世之谜，可点击置顶留言中的连结，或到干净世界平台搜寻雨恩说频道，查看完整讯息。